我给公婆买彩票，不小心输错了2个号码，公婆说我是扫把星，耽误全家发大财。老公也推我下楼，摔断了腿。可第2天开奖，我买错的那张彩票居然中了1000万大奖。老公和公婆领了巨额奖金，对我却毫无内疚。他们将残疾的我扔进地下室，自生自灭。谁知道第2天，恐怖的冰寒末世来了，连续3个月，全球冰封，我被冻死在地下室。一睁眼，我重生到了买彩票时。这一世，我要围着火炉吃烧烤，看他们一点一点失温冻死。美女，不好意思，您这张彩票号码我打错了1个数字。彩票店里，老板歉意地对我说。我握着手中的彩票，心中涌起一股难以置信的寒战。老板接着说：“您要的这组号码，我把顺序输错了。”听着这熟悉的声音，我不由自主地抱紧了自己的双臂。明明是炎炎夏日，我却感到一阵阵的寒冷，那是前世刻在骨子里的伤痛。我不敢相信，我居然重生了。家族群里，公公、婆婆还有我的老公在不停地发信息，催促我买彩票。公公很不耐烦：“赔钱货，连个孙子都生不出来，赶紧把彩票买回来，别耽误我中大奖。”老公的语气更是刻薄：“黄脸婆，出门这么久，不会是在外面鬼混吧？”婆婆也在责骂：“没用的东西，回来时别忘了买菜，想饿死我吗？”看着家族群，我心中升起一股怒火。公婆一家都是彩民，喜欢买彩票，天天幻想着中奖暴富。上辈子他们给了我一组号码，让我出门买彩票，我转发给彩票店老板，但老板不小心输错了几个数。为了节省几块钱，我没有重打彩票，而是将错就错，拿着输错的彩票回家了。没想到公公见我买错了彩票，当场发飙，骂我是赔钱货，阻断了他们发大财的机会。老公也说我晦气，把我打得头破血流。我怕被他们打死，躲到外面的楼梯间，婆婆却把我推下楼梯，让我摔断了腿。万万没想到，第2天公布中奖号码，我误打误撞买错的那张彩票居然中了2000多万大奖。公婆一家高兴坏了，马不停蹄去领了大奖。可他们领了大奖，全家暴富后，对打残我这件事丝毫没有愧疚。他们不但没有愧疚，反而因为我双腿断了，怕花钱给我治病，把我扔到了小区的地下室里，自生自灭。他们每天像喂狗一样给我扔一碗剩饭。我本想等伤好之后就离婚，但没想到世界末日来了，全球气温迅速降低，短短几天内就从30多度降到10几度、0度，甚至零下30度，全球都像被冷冻一样进入了冰雪世界。他们不再给我送饭，我在地下室里忍着寒冷和饥饿，最终惨死。然而，或许是老天看我太可怜，我居然重生了。此刻，距离全球冰封的末世只剩下不到1周的时间了，我心中升起一团火焰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复仇，我一定要让他们不得好死。我对彩票店老板说：“大哥，打错了没关系，错的我也要，我再给您钱，您再帮我出一张正确的号码。”正确的彩票给公婆一家，错的那张会中大奖，是属于我的。很快，彩票打好了，我拿着2张彩票，按照以前的习惯，顺便去菜市场买了菜，给那家恶人做饭。但这次我没有买那些可以存放很久的食物，而是专门挑选的最便宜的、最容易腐烂的东西。毕竟他们也吃不了几天了。回到家，公公在书房研究着下一期的彩票号码，老公在沙发上玩手机，跟别的女人聊天。婆婆正忙着摆弄她的金银首饰，她总觉得钱会贬值，这些首饰才是最靠谱的。她的退休金都用来购买这些玩意儿了，但她并不知道，等到末世来临，只有食物才是最宝贵的。我进屋后，婆婆赶紧放下她的吊坠，手忙脚乱地收起来，生怕我会抢一样。她嫌弃地说：“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你是不是真出去鬼混了？”老公一听这话，立刻抬起脚踹了我一下，怒吼道：“敢鬼混，我就弄死你！”我忍着痛站起来，把彩票递给公公。公公，你要的彩票打好了。公公看了一眼彩票，核对了一下号码，发现是他之前发给我的正确的号码。他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赔钱货，你也就这点用处了。然后他转身继续研究他的彩票。婆婆看到我买的菜很多都是不怎么新鲜的果蔬，放不了几天，她又开始骂我：“笨死了！你买这些烂菜叶干什么？为什么不买新鲜的？才买这么点儿，够谁吃呀？”我小声解释：“今天菜场打折，这些菜很便宜，有一半都是送的。”婆婆一听，总算满意了，她把菜扔到我身上：“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做饭呀！”我心中恨不得在饭里下点毒，让他们一命呜呼，但我必须忍住，因为一死了之，算是便宜他们了。这种恶人只有慢慢折磨，才能让他们刻骨铭心。第2天，果不其然，我藏的彩票中了2500万大奖，税后整整2000万。而公公那张彩票没有中奖，他气得在家里摔打，横挑鼻子竖挑眼，说肯定是沾染了我的晦气，导致他们没有中奖。我没有多说什么，趁出门买菜的功夫，直接去了彩票中心。我戴着眼镜、口罩和帽子，把税后2000万奖金领了出来。我当场捐了200万，存款900万。取现900万，怕银行起疑心，取现的钱500万换成了银行的金条，剩下的400万，我必须尽快打造一间末世安全屋，用作避难所。因为距离大冰雪的到来只剩5天时间了。据说是一颗行星路过太阳系，会挡在太阳和地球之间，行星会阻断地阳之间的光热传导，造成地球极寒天气。
引发全球冰封现象。这种现象起码会持续3个月的时间，3个月会让地球上超过1半的生物灭绝，而我必须想办法在这场灾难中活下来。安全屋的地点，我选择上辈子被冻死的地下室，那是一个半埋地下室，32厅的套间，是我们当初买房时低价赠送的。我原本打算买后租出去，结果这几年房地产市场不景气，房子一直空置着，就因为这套半地下室，婆婆一家才骂我赔钱货的。不过很快我会让他们知道到底谁赔钱。地下室将近200平的面积，如果利用好，足够我生产生存。我联系了一家安保材料装修公司，告诉他们我要做生意，需要把地下室打造成一个既防潮防水，也可以隔温恒温的仓库，而且所有的材料必须是顶级的，要防火防盗、防弹防炸，还要有全新的通风、卫生、取暖系统。装修公司的经理觉得很奇怪，说需要时间调集资源，但当我把200万现金甩到他们面前时，他眼睛都直了。经理说：“姐姐，你有钱，你早说嘛！别说弄一个顶级工业温室了，你就是想打造一个太空房都没问题。”我非常满意，先打了100万定金过去。我做生意着急用，如果你们在保密的前提下能提前完工，我不仅会付100万尾款，并且你每提前1天，我就多打10万过去。姐，没问题，你就是要星星，我也给你摘下来。老板看到这么多钱，早钻进钱眼里了，恨不得把全公司都叫上来施工。其实我完全可以选择更好的房子，比如别墅或者顶楼，但前世我是在这套房子里死掉的。我心里有个执念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在这套房子里活过来，好好的活着。我要看着那帮人死有余辜，得到报应。金钱的力量确实是无敌的，在超能力的驱动下，原本需要3天才能完成的装修工作，居然在2天内就顺利完工了。我看着这坚固如堡垒的房子，心里十分感慨。里面有好几台空调、冰箱、火炉和通风系统，甚至还有10几台静音发电机。我对此非常满意，我毫不犹豫地支付了尾款和奖励。安排完安保公司的施工后，我去了趟批发市场，因为要购买大量物资和食物，去超市肯定会引起注意，所以我找到了一个百货批发商，告诉他我要在小区里开一家食品超市，需要囤积大量物资，主要是食品。我给了他3天的备货时间，并同样承诺，如果能提前完成，每提前1天奖励10万。老板看到我这么慷慨，非常高兴，全权做我的代理人，帮我订购了所有物资。不出2天，他们就把所有物资准备好了，并在深夜直接送到了地下室。地下室平时几乎没有人，所以没有人发现。批发商离开后，我非常满意的清点了所订购的东西，一样都不少。因为这是大单，老板还多送了不少好东西。我数了数，有上百斤的米面粮油，几百斤的蔬菜，几百斤的肉类，包括牛羊肉、鸡肉、鸭肉和鱼肉。房间里有冰箱，末世冰封来临，完全不用担心冷冻问题。考虑到冰封后的取暖问题，除了发电机，我还买了很多燃气罐，以及柔软舒适的棉被和纺织品。我还为自己准备了10几套太空级别的防护服和羽绒服，能抵抗零下100度的严寒。冰雪世界，不用担心取水问题，但我还是储备了半屋子的纯净水以及水源净化器。除此之外，我还买了一些速冻食品和自热米饭、火锅。冬天越是冷，吃热的食物越好。我还买了很多零食，如鸡爪、鸭爪、蛋糕、巧克力和甜点。要在保温屋里待1个多月，衣食住行都解决了还不够，我还为自己囤了好几箱卫生巾、打发时间的玩具、游戏机。我还去商场买了一些高档化妆品和漂亮的首饰、衣服。即使在冰封期间，我也要做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。这些都解决了之后，我还去了趟药店，为自己准备了各种常规药品。因为末世结束后，很多人都会受伤，没有被冻死的也会被冻伤，都需要大量的药品，到时候可以帮助别人。我准备的物资别说3个月，就是1年半载都吃不完。我一边偷偷打造自己的安全屋，一边应付公婆一家人。第3天，气温突然从30多度降到了10几度，夏天变成了秋天。大家起初不在意，但到了第4天，白天突然变暗，气温居然降到接近0度，天空还下起了小雪，简直6月飞雪，人心惶惶。气象局一时之间找不到原因，接着导致物价飞涨。我每次去买菜都是空手而归，或者只买一些最便宜的咸菜、馒头，而且量非常少，只够他们吃1顿。老公和公公婆婆都非常不满。婆婆说：“你就是喂猪也不能喂这么点啊，你想饿死我们吗？”我非常委屈地说：“现在气温突然下降，物价上涨得厉害，现在买颗白菜都已经涨到100块钱了，100块钱够买好几张彩票了。要是都买了菜，多亏呀！”公公一听很高兴，说：“对，买颗白菜吃了就没了，但是买个彩票，万一能翻身中大奖呢？”公公又给我转了100块钱，说明天多给我买几张彩票。我欣然接受了。婆婆和老公没有办法，他们只能拿出我以前囤积的粮食，吃着咸菜，
喝着稀粥。我以前是个囤积狂，喜欢精打细算，家里的冰箱总是满满当当。但现在我故意不买新食物，他们只能消耗存粮。果不其然，2天过后，原本满满当当的冰箱就空了一半。冰箱的食物消耗容易，补充却变得异常困难。第4天，雪停了，气温却降到了-10几度，尤其夜里下了一场暴雨。第2天，雨水结冰了，整个城市、街道路面、小区外墙都被冰封住了。人们开始恐慌，因为交通停滞后，所有的物资都出现了短缺。到了第5天，气温接近-50度，物价飙升了10倍，食物、饮水和衣物等关键物资的价格甚至上涨了100倍。社区提前启动供暖，但暖气费用高昂，家里的存款远远不够。以前只需几千块，现在却要好几万。不供暖就等着被冻死吧。家里的存款都是定期，暂时取不出来。老公和公公把目光盯向了婆婆，无奈之下，婆婆只好卖掉所有的首饰去交了暖气费。她心疼死了。然而气温降低后的大头支出还有很多。社区虽然提前供暖，但随着物价的飞涨，连蜡烛都从5毛钱涨到了500一根。蔬菜水果、米面粮油的价格也高得离谱。到了第6天，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。由于气温过低，一些地方的管道和线路被冻坏，出现了停电现象。小区通知说，晚上6点后电梯将停运，以后所有人都得爬楼梯。而婆家住在34层的顶楼，这简直是个噩梦。就在这时，家门被敲响了，是隔壁的美女邻居小雅。她和我老公从小一起长大，两人算是青梅竹马。小雅一直想找个有钱人，所以前几年并没有和我老公在一起。后来她的富商男友破产了，她才想起了我老公。这2年来一直对她眉来眼去，我老公也非常照顾她，有什么好东西都会先紧着她。他看到我后非常热情地打招呼：“嫂子你好啊。”我皮笑肉不笑地回应：“小雅，你来有什么事吗？”小雅倒也直接：“嫂子，我家里好冷啊，但我连暖气费都交不上，我爸妈年龄大了，也没积蓄，能不能在你家借点吃的？”老公是个见色忘义的人，一见到小雅就毫无原则。他平时不进厨房，根本不知道冰箱的情况，还以为和以前一样是物资满当的时候呢。他毫不犹豫地拿出米和面，还有2颗白菜要给小雅。婆婆在旁边心疼地直眨眼，示意她别这么做，但我老公根本不听劝，公婆劝不了他，就转而瞪我，意思是让我来劝劝。我假惺惺地说：“老公啊，现在物价涨得厉害，咱们也得省着点用。”我故意对小雅说：“小雅，你家里没粮食，你就少吃点，就当是减肥了。”小雅一听，显得很委屈：“哥哥嫂子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们嫌弃我。”我老公立刻很心疼，他骂我：“臭婆娘，别瞎说，这个家我说了算，轮不到你管。”他转头对小雅说：“别管那个黄脸婆，你这么美，怎么能饿肚子呢？”他又倒了半壶油给她。小雅笑嘻嘻地走了，说：“谢谢你们，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，我一定会还给你们的。”小雅走了之后，我老公又骂我：“臭婆娘，刚刚谁让你插嘴呢？我多没面子。”公公婆婆也换了副嘴脸。公公说：“对呀，人家小雅多孝顺，为了爸妈才要东西的，哪像你，整天就知道气我们。”婆婆接着说：“看人家小雅身材多好，将来肯定能生儿子，哪像你，结婚2年了，连个孩子都没有。”我听了之后寒心极了，我知道我必须离开了，我对他们的最后一丝情分早已经耗尽。我说：“怎么办？你把食物给了小雅，咱家马上就没吃的了，现在赚钱的唯一方式就是去买彩票了。”我又对公公说：“公公，不然你再写几个彩票号码，咱们买彩票好不好？”公公一听眼睛就亮了，他对自己写的彩票号码非常有信心，他立即找出财神爷的像，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响头。他闭上眼睛，凭感觉写下了几串号码。我忍住笑，问：“那谁去买彩票呢？”我故意说：“老公，你出去买彩票吧，外面天太冷了，我们会冻坏的。”我老公一听就怒了：“你也知道能冻死人，你还敢让我出去？你是不是存心想气死我？”公公婆婆也心疼地说：“外面天这么冷，我儿子万一摔倒了怎么办？儿媳妇，你现在年轻，是家里最没用的人，不是你去，还能是谁去？”说着，老公已经把我推到了门口。“臭婆娘，少废话，让你去你就去。”门一开，冷风就灌了进来，我直打哆嗦。我装作害怕地说：“不行啊，外面太冷了，我穿上棉袄、大羽绒服再去吧。”婆婆冷笑一声：“现在一件羽绒服1万多块钱，你也配穿？冻不死你就行了。”然后砰的一声，我被推出了门，他们无情地把门关上了，而我终于长舒一口气，戏老娘演完了。我检查了一下手机和背包，背包里有地下室的所有钥匙，我以前的卡
还有我早就准备好的一些贴身用品。赶在电梯停运前，我下了电梯，直达负1层。我刚下电梯，电梯就断电了，这意味着以后负1层更不会有人来。我用钥匙打开了我的保温屋，进去后简直幸福极了。我提前通过手机打开了新风设备和暖气设备。进屋后，一股暖风扑面而来，这种久违的温暖让我想掉眼泪。我脱掉呢子大衣，只穿 T 恤，在屋里也完全不觉得冷。上辈子我就是在这间房子里黑灯瞎火，没有任何照明和取暖设备，孤苦伶仃的死去。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就因为我父母去世的早，就因为我是他们口中的绝户。我结婚时，父母虽然已经去世，但他们给我留下了一套老破小，我卖掉了老破小，凑齐了嫁妆，才买下了这间半地下室。现在想想，我当初的选择真是明智，可婆家人实在太无耻了。他们觉得我爸妈不在了，没有兄弟依靠，所有的东西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是他们的。但我是我自己，以后我也会做我自己。之前在婆家，我已经连续吃了几天的咸菜稀粥，嘴里都快忘记了肉的味道。我立刻从冰箱里拿出了真空包装的烤鸭，用微波炉加热了一下，整个房间里弥漫着烤鸭的香气。我狠狠地咬了一口鸭腿，肉味一上头，我全身洋溢着幸福。烤鸭肥而不腻，外香里嫩，非常酥软，酱香也非常完美。我啃掉了整条鸭腿，解了馋之后，我才慢慢地把烤鸭片成片，拿出卷饼和蘸酱，还有黄瓜和葱丝。在餐桌上，我优雅地吃着烤鸭，还给自己榨了一杯鲜果汁。当然，我还要有下酒料，也就是我的电子榨菜。我的电子榨菜是34楼的监控。离家之前，我早就在客厅安装了监控，公婆和老公的一切都在我的眼皮底下。电梯停运后，物业在群里发了通知，依旧没有人心疼我。婆婆甚至幸灾乐祸地说，电梯停运的好，这样那个赔钱货回来就不能坐电梯了。老公也笑，臭婆娘只能一步一步爬上34楼，累死她才好呢。可到了天黑，我还没有回去，老公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抱怨着怎么还不开晚饭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婆婆没有意识到我的价值，以后我不在家，做饭这件事毫无疑问会落在她身上。很快公公也催促，死老太婆，儿媳不在，你还不去做饭，想饿死我们爷俩。婆婆本来不太情愿，因为她习惯了我伺候她，吃我做的饭，可现在家里2个大男人都在命令她，她只好去厨房了。结果他们不节制，3个人一顿饭，冰箱又空了不少。为此他们还沾沾自喜。婆婆得意地说，冰箱里居然还有半块猪肘子，咱们快吃。瞒着那个黑心儿媳，吃了之后，等她回来就剩下几根骨头让她啃。他们不知道冰箱里剩下的全都是一些不值钱的烂菜，而那块猪肘子是家里最后的一块肉。他们把米面油都借给了隔壁邻居，这块猪肘子就是他们最后的晚餐了。吃完饭后，我还没有回来，公公终于想起了他的彩票。公公说，那个死儿媳怎么还不回来？他该不会是中了彩票，想自己独吞吧？我觉得好笑，他还是有点脑子的。我确实中了彩票，可惜钱啊，早就存入了我的卡。老公还在低头玩手机，和隔壁的小雅热聊。被公公打断后，他非常不情愿，为了不让全家的彩票飞掉，他还是给我打了个电话。我接电话的时候，刚吃完半只烤鸭，感觉有点腻，于是我从冰箱里拿出了火龙果、菠萝、香蕉、猕猴桃，还有满满一大杯酸奶，给自己做了一个水果捞，美滋滋地品尝着。电话里，老公听到我吃东西的声音，顿时非常生气，他质问我，臭婆娘，你搞什么鬼？我们全家都在饿肚子，你居然还在外面偷吃，你在哪儿？吃的什么？我赶紧换了一种语气，用一种可怜兮兮的声音回答，老公，我现在正在外面的救助站啃干窝窝头，喝冰水呢，我快冻死了。老公惊讶地问，你说什么？你在救助站？我继续编，是啊，我出门的时候遇到了风暴，路被封了，回不去了，幸亏遇到一个救助物资点，这里有很多吃的，有蔬菜、肉、蛋奶。救助站的人说，过2天雪化了，他们就会开车送我回去，还会挨家挨户发物资，所以我不舍得吃，都给你们留着呢。老公开着免提，公公婆婆也听到了我的话，他们高兴极了。公公婆婆欢呼雀跃地说，有救了，就知道社区不会放弃我们，太好了，咱们不用省吃俭用了，有物资救助了。他们真天真，如果有救助站，物业怎么可能不告诉大家？而且他们都知道有救助站了，也没人想着出来找我，把我接回去，他们只想着坐吃山空，等着我把物资带回去，真是可悲又可怜。我简单的说，老公，我手机快没电了，我要排队充电，先不说了。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，然后关机了。整整3天3夜，小行星已经把阳光遮住了一半，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。到了晚上，
我只敢开一会儿灯。我买了遮光的隔音窗帘，就算我在这里开 party 唱歌跳舞，别人也不知道，但才不外露，还是要低调一点。这3天我过得非常轻松。早上我给自己做蛋糕，喝牛奶。中午一边欣赏外面的冰封世界，一边吃热腾腾的火锅，牛肉卷、羊肉卷、虾滑、黄喉、毛肚。晚上我尽量节省用电，就吃刺身、三文鱼、北极贝、甜虾、海胆，还有鹅肝、鱼子酱。1日3餐，每天过得这么朴实无华。吃饭时我会打开电脑，看以前囤的电影和电视剧，我跟着2次元的人物一起感受喜怒哀乐，也能获得情感上的满足。当然，每天这么吃吃喝喝玩玩，我最爱看的节目还是34楼的公婆一家人。现在小区为了节省电力，每家每户只有间歇性供电。仅仅过去了3天，家里就已经乱了套。原因很简单，公公婆婆和老公知道我在救助站有吃有喝，而且过几天就会给他们送来救助物资。之后他们彻底放飞自我，铺张浪费，大吃特吃。很快冰箱就见底了，家里只剩几根烂菜叶了。偏偏这个时候，隔壁的小雅又来借菜了。再借，全家真要喝西北风了。公公婆婆也不装了，直言说不能借。但小雅红着眼睛，用又甜又嗲的声音问我老公：“好哥哥，咱们单独谈谈吧，只有填饱肚子，我才能给你生儿子呀。”这话暗示的太明显了。老公一听就酥了，紧接着把小雅带到了卧室。我忍不住骂：“真是个渣男！”小雅走后，家里空空如也，已经彻底没有吃的东西了。这一家3口终于慌了。公婆在小区群里问家里谁还有吃的，能不能行行好？可这个时候有吃的也是第一时间保命，谁还会搭理他们呢？甚至有的人已经饿得没有力气说话了。这个时候婆婆突然想起我来，那个死儿媳去哪儿了？她不是说救助站有吃的有喝的吗？为什么还不给我们送来？公公也很生气，要不是他，我们能这么快就把冰箱里的东西吃完吗？老公也很抓狂，骂骂咧咧打我的电话，可惜我还是关机。他看我的电话打不通，非常生气，扬起电话就要往地上摔，但最后他忍住了，毕竟摔坏了，连电话都没有了，他只能灰溜溜捡回来。我这个时候大发善心，主动开机给他们打了一个视频电话。电话响起来的时候，我老公几乎是秒接，他上来就骂：“贱女人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们都快要饿死了。”视频里的我正在用特制烤炉享受着美滋滋的烧烤时光。我的烧烤架上有战斧牛排、羊排、新鲜的大虾、澳洲蓝龙，甚至还有皇帝蟹。我特意调整了视频的位置，让老公和公公婆婆都能看到这些美食。他们看到后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口水都决堤了。老公狂叫着：“贱人，你在哪？你还吃得这么好？快让我看看那个龙虾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的龙虾。”零下50度的冰雪世界，围着火炉吃烧烤，是多么温暖幸福的事情啊！公公婆婆极度的发狂，我装作委屈的说：“我一直在救助站呀，不信你们来找我呀，你们敢出门吗？”说着我就要挂断电话，他们都慌了。婆婆说：“别挂，别挂，我们都快饿死了，儿媳妇求求你了，给我们送点吃的吧。”我说：“好啊，那你们3个来给我磕头吧，我可以考虑一下，给你们送点过去。”一听要磕头，公公和老公怒了，毕竟是2个大男人。老公说：“贱人，我是你男人，就是你的天，你居然让我们给你磕头！”但我婆婆快饿死了，她一下就跪了下来。她说：“都这个时候了，还管什么老的少的，男的女的，有吃的都不错了。”我好整以暇地说：“既然他们2个不愿意跪，那就算了，你们就等着小区的救助吧。”公公和我老公同时咒骂：“贱人！”但下一秒他们只能不情不愿地跪下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不存在的。我笑着说：“表现得不错，可惜啊，我还是不能给你们送吃的。”老公怒了，站起来说：“臭婆娘，你骗我们！你刚刚说了，只要我们下跪，你就考虑给我们送吃的。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我刚刚说的是答应考虑一下。现在呢，经过我考虑之后，我的答案是不送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曾经我也是这样，哭着跪着求你们啊。他们现在的遭遇都是我曾经遭遇过的。上辈子我快冻死之前，最后一次给老公打电话求他救救我，可他看到我快要冻死的样子，非常嫌弃我。我跪在地上说：“求求你了，给我一口吃的吧，我不耽误你跟小雅的好事，我们可以离婚。”老公非常生气地说：“臭婆娘，你以为我不懂法律？如果离婚，你会分走我1半财产，你想得美，去死吧！”然后他无情地挂断了电话。我一个人活活被冻死，所以现在
我为什么要做圣母原谅他们？再往后的几天，监控里的伦理大戏已经变成了惊悚大戏。各家断粮之后，在家等待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小区里每天都有人哀嚎，说自己家里谁饿死了、冻死了。1个月后，小区全安静了，已经没有人在哀嚎了，死寂一片。活着的人不敢发声，一旦发声，就可能再也不能发声。几天前，15楼有一个很善良的女孩，她听到有人在楼道里哭，说自己快要饿死了。女孩很天真的打开了门，想要分享一包泡面，但下一秒，她就被蜂拥而入的邻居瓜分了家里所有的食物、财产，连她自己的身体也被充分利用了。从此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敢出门，可不出门更加会饿死。公公、婆婆和老公3个人商量着，必须有一个人要出门了，万一运气好能遇到救助站呢？这个时候，尊老爱又成了空话，2个大男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婆婆身上。我早就说过，我是家里的食物链底层，如果我离开了，那么婆婆就会变成底层。果然，在监控里，老公红着眼，饿得发疯。他对婆婆说：“妈，你也不想我们饿死吧？你出去找救助站吧，你找到之后，我们就能活下去了。如果你不去，我们都会饿死的。”婆婆吓哭了，说：“怎么可能有救助站？肯定是那个死儿媳在骗我们的，你可不能相信呀！这么冷的天，我要是出去的话，一定会冻死的。”我觉得好心酸，原来他们也知道这个时候是不能出去的。但是上辈子气温零下的时候，他们还是把我丢出家门，让我活活冻死。公公不耐烦的把婆婆推出了家门。公公说：“死老太婆，女人嫁到我们家就是伺候男人的命，你现在不去找吃的，还指望我们出去？”婆婆被推出去的时候摔倒了，她的膝盖磕在冰冷的墙上，左腿当时就瘸了。她没有办法，只能在楼道里一点一点地摸索着下楼。好不容易，她爬下楼梯，出了单元门，但下一秒，她刚走到小区花园就摔倒了。摔倒后的婆婆再也爬不起来了。几分钟后，她就变成了一个冰雕像，就这么直挺挺地躺在小区里。站在34楼往下看，公公和老公都看到了婆婆的尸体。但凡他们这个时候冲下楼抢救一下，说不定婆婆还能活，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行动，漠视了最不能考验的就是人性。第二天，人们在往外看时，冻成冰棍的婆婆尸体也被人拖走了，具体去了哪里，没有人知道，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。而这个时候，公公和老公已经饿昏了头，他们饿疯了。自从婆婆的尸体被人捡走后，公公晚上就开始做噩梦，他似乎梦见婆婆被切成一块一块的，脸上都是狰狞的疤。公公因为一直做噩梦，睡眠不好，再加上天寒地冻，很快他的心脏病发作了。儿子，快帮我拿药，救命！公公在客厅里喊，我在视频里看得心惊肉跳，因为我看到老公就站在公公旁边，他手里明明拿着速效救心丸，却没有喂给公公。老公也饿得神志失常了，他冷冷地说：“爸，我快饿死了，没有力气给你递药了，你老了，干脆你也去死吧，毕竟你儿子我已经好多天都没有吃饭了。”公公明白了他的意思，震惊了，他老泪纵横地说：“儿子呀，我可是你亲爹呀，你可不能这么对我呀！”老公发狠道：“你养儿子不就是为了把你的命续给我吗？现在就到了你奉献的时候，你就安心的去找我妈吧。”儿子，不要啊，救命啊！公公没有要，挣扎了半天，不再说话了。老公帮他闭上了眼睛。就在这时，门铃突然响起，美女邻居小雅又来蹭饭了。她又冷又饿，穿的也不多。她解开上衣口子，露出一大片。尽管她已经被折腾的消瘦，身材不再丰满，她对老公说：“好哥哥，你再帮帮我好不好？我什么都愿意给你。”可她说到一半就尖叫起来，因为她看到地上是我公公的尸体啊！救命！小雅想要逃跑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老公已经饿得发昏，下意识抓住了她。在他眼里，这个女人已经不是女人，而是一块行走的肥肉。老公把门堵死，拿起厨房的水果刀，刺进了她的心脏。在生死面前，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。我再也看不下去，吓得闭上眼睛。往后2个月，我没有再看顶楼的监控，在我的末世小屋里，我安稳地度过了每一天。直到第3个月，收音机里传来消息，小行星已经飞走，阳光重新普照大地，冰雪开始融化。终于，小区的群聊恢复正常。有人在群里问哪家还有人活着。一开始群里静悄悄的，但慢慢的有人回应了：401、601、706、1502、2404、3107。这些房间里
都有活着的人，他们分享着自己的生存之道。出现最多的词汇是爱与分享，但没有人敢说的词汇是狠心和自保。终于有人报告说3404也有人活着，我心里一惊，3404不就是我的家吗？难道我老公还活着？难道他真的靠那2具尸体活到现在？接着群里有人求救，快来人啊，有没有医生？3404的男主人还活着，但他已经疯了，他家里还有2具快腐烂的尸体。背景音里有尖叫声，似乎还发生了搏斗。突然砰的一声，一个身影从楼上坠落，重重跌在小区里，是我老公。原来他杀人后早就疯了，他和物业的人厮打，不慎坠楼身亡。几天之后，冰雪融化，世界陆续恢复正常，我也悄悄走出了安全屋。物业正当防卫，导致我老公坠楼，他们表示歉意，给了我200万抚恤金。我数了数自己的财产，捐款外加打造安全屋，扣掉400万后，我存款还有1000万，再加上600万的金条，100万的抚恤金，还有市值300万的房子，末世前的2000万居然又回到了我手里。之后，社区组织了各种活动，鼓励幸存的业主自立自强。我假装悲伤，给老公、公公活泼的名牌上各献了3朵菊花，但转手我就把菊花扔在地上，用高跟鞋踩得稀巴烂。只有告别过去，告别他们，我才能迎接新生活啊！